Hello，大家好，我是一图。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做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索尼发布了 A7S3之后，它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 CFA 的卡。然后呢，CFA 的卡现在市场上只有索尼在卖。这个卡成本特别的高，80G 的市场价现在卖到了1000左右，现在应该是900多。像160G 的可能就需要1000大几百甚至2000块。然后呢，这个 CFA 的卡它走的是 PCIe 的协议，跟以前的那个叫 XQD 的卡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一烂。以前的那是 Type B，Type B 的卡呢它是两烂 PCIe，它们的传输速度都是 PCIe 3.0，也就是每烂8Gbps。CFA 的卡其实来讲，我感觉没什么大用处，只不过是你去拍这个 OA 120帧的 4K 或者是240帧的1080P，你都必须去用它这个 CFA 的卡。然后呢，它这个 CFA 的卡，做了这个VPG 的认证。然后呢，A7S3也是，如果你想拍 OI 或者是120P 的S&Q 或者是240P 的 S&Q，你也必须使用这种有 VPG 认证的卡。这个 VPG 认证是CF 联盟发布的，它叫Video Performance Guarantee，也就是它发布了一个标准，你做的卡，你做的存储设备如果你能满足这个标准，好，它就给你打上一个 VPG 的这个 logo 以及一部分代码。然后呢你的设备就知道了这个存储介质是有 VPG 认证的，它的速度可以到多少多少，然后你就能拍什么什么的格式。索尼坏就坏在这里，就是说它当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产 CFA 卡的供应商，然后呢，它卖的相机，它又强制要求你有这个 VPG 的认证，这也就是它能把这个 CFA 的卡卖到这么贵的原因，这是我的理解哈。然后呢，我闲着没事儿，我去看了一下它这个 CF 卡的这个底层协议，其实呢，它是兼容 NVMe 的协议。然后呢，物理层走的是 PCIe， 也就是说链路层和物理层都是 PCIe， 协议层呢走的 NVMe。我们平时用的 M2 的 SSD， 就是 NVMe 协议的 M2 的 SSD， 其实呢它走的也是 PCIe 的协议。这两种东西就是 CFA 卡和我们用的 M2 的 SSD， 这两种东西它在物理层走的是一样的协议，都是 PCIe 3.0。然后呢，它的接口，我们的 M2 一般都是 PCIe X4 的，然后呢 CFA 是 PCIe X1 的。然后我就在想，那我的 SSD 完全可以通过转接去让它变成一个 CFA， 然后插到相机里，让它模拟识别成一个 CFA 卡。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CFA 卡，把我用 SSD 模拟成的 CFA 卡插在相机里，假装它是一个 CFA 卡，我就可以去录这个相机必须要用 CFA 卡才能录的那些格式，比如说 OI， 比如说 S&Q，OI 的 S&Q。然后呢，我就去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就准备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的根本原因。这期间当然有一些小问题，就是首先我手上没有这个 CFA 卡，所以呢我不知道它的尺寸，这是个小问题。我可以通过网上的照片大概的算一下这个尺寸，然后呢 3D 打印一个壳出来这个尺寸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是问题是我不知道 CFA 卡的 pin 定义。所谓这个 pin 定义就是它这上面一共有13个 pin 还是14个 pin， 它每一个 pin 是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是信号线我去试还好，就是信号线我试错了无所谓，它通讯不了，也就是说识别不到我这个卡。但是电源和 D 我就怕搞反了，这样就是把我的 SSD 烧了还可以几百块钱，但是呢烧了这个 S3， 我这个买不起第二台了。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些文章，这个国内国外现在没有任何关于 CFA 的资料，全都是什么Sony announced 的什么 first CFA 这种铺天盖地的新闻。我在搜的过程中，然后发现了一个是 XQD 卡的这个 spec， 是国外某一个做 XQD 卡的一个供应商，它的产品的 spec， 我还刚好翻到了这个 XQD 卡的这个 spec 上有 pin 定义，然后我就大概推断了一下，然后 CFA 卡的 pin 定义大概是什么样。这个如果你手上有这个 CFA 卡，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就是你这样朝上拿的话，它从左边数第二个，它那个 pin 是比较长，然后呢还比较宽，然后我就猜它这个是 VCC， 也就是供电口。剩下还有3个比较长的，这个我就推测它是 GND， 也就是 D 线。这2类定义好了，我就不怕了，起码我不怕，即使我试错了，我也不怕他把相机给我烧了。然后呢，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就继续，我画了这个卡的跟这个卡外形差不多的一个 PCB， 然后呢打了样，然后买了这种高速信号的排线，然后呢买了这个M2 SSD 的这个转接，然后我就把这个 M2 的这个 SSD 的转接 pin， 然后焊到排线上，然后呢排线又焊在了这个我自己做的这个 PCB 上，然后也就是说这个模拟的卡上，然后插上 SSD， 这头插在相机里，然后很神奇的是我第一次试就对了，然后它也能识别到了我的那个 SSD 的信息，然后呢我也能正常录视频。但是问题来了，也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索尼，它贼就贼在它这个相机要去识别你存储介质的这个 VPG 认证，你没有这个 VPG 认证，即使你的 SSD 的速度完全能满足它录所有格式的视频，它也不给你开放这种格式。也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插进去之后，我播到了 S&Q， 它就直接弹窗了，就告诉我你必须要有一个 VPG 200的这个存储卡要不然你这个是不能录的。所以说我现在的状态呢，就是这个 SSD 已经可以正常录制所有这个264和265的 4K 60P 的422十比特，这个是一直录制是没问题的，我试过了。我也去试了一下连拍，我尝试了就是调成电子快门，然后那个 H 加也就是最高速那个应该是每秒20张吧，然后呢一直摁着快门，大概摁了500多张，就是看那个相机的那个界面的那个缓存的那个条根本不动的，就一直都是没用到缓存，就直接写到了这个 SSD 里。其实我也试过了，就是我用的这个 SSD 是三星的PM981A， 然后呢这个 SSD在一烂 PCIe 的情况下
啊，我都试了一下，它的读写大概是900兆 bps，也就是说这个速度在物理上是完全可以满足 S3去录任何格式的视频，而且长时间的录制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我虽然没把它录满哈，但是我也试了录很长时间，然后包括高速连拍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接下来应该就会去尝试去，我感觉有2条路吧，反正就是软件上要去把这个 VPG 的认证的这个事儿搞定。我这个东西目前为止应用的场景就是这种，你不需要这个120帧的高帧率，然后呢还不需要这个 OA，然后也就是说你可以录264或者265的4K 60帧，然后10比特422，你可以有多大的 SSD，你可以无限录下去，好吧？等我的好消息。